1956年，夏威夷一个甘蔗种植园小镇，一条街把所有人分成两边，街这边住着种植园的经理们，还有医生和银行家；街那边住着为他们干活的所有人。一个9岁的男孩站在路边，看着一辆凯迪拉克开走，车里坐着他的同学吉米，吉米的妈妈，还有3个同班的男孩，他们要去海边的房子过周末。他和最好的朋友麦克没有被邀请，原因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过，因为你们是穷孩子。那天下午，他去问自己的父亲，全岛学历最高的人之一，爸爸，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变有钱吗？父亲放下报纸想了想，给出他唯一有的答案，儿子，用你的脑子。这个男孩叫罗伯特·清崎，奇怪的是，也是这一整集要讲的事儿。这个问题后来真的有了答案，只不过回答的人不是他问的那一个。清崎说，他是在2位父亲的影响下长大的。亲生父亲，他叫他穷爸爸，拥有博士学位，在斯坦福、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读过书，后来主管整个夏威夷州的教育。他最好的朋友麦克的父亲，也就是富爸爸，连8年级都没读完。可到了2人生命的尽头，8年级没读完的那位成了夏威夷最有钱的人之一，拥有博士学位的那位去世时留下的是账单。富爸爸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几个人合成的形象，还是一个为了教书而编的角色？清崎从来没有说过。这本书怎么读都成立，因为2位爸爸其实是一个男孩脑子里2个争论不休的声音，而他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相反。一个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另一个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一个告诉他好好学习，将来找一家好公司上班，另一个告诉他好好学习，将来买下一家好公司。但把他们分得最开的是一个习惯，穷爸爸看到想要的东西会说我可付不起，这句话一出口，思考也就结束了。富爸爸在自己家里禁止这句话，他要孩子们改问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付得起？一句话把脑子关上，另一句话让脑子开工。9岁那年，站在那条路边，罗伯特选了要听哪一个声音。不过在那之前，在富爸爸和任何课程之前，2个男孩先试着自己发财。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是全书最好的一幕。一连几个星期，罗伯特和麦克挨家挨户敲门，请邻居把用完的牙膏皮留给他们。商业机密，他们说。牙膏皮在洗衣机旁的纸箱里越堆越高，直到罗伯特的妈妈发出最后通牒。然后1个星期6，生产开工了。家里的炭火烤炉烧到最旺，钢锅架在炭上，长桌上排着一排牛奶盒，里面灌满了石膏，白粉扬的到处都是。因为在1956年，牙膏皮是铅做的，2个男孩把牙膏皮融成铅水，再倒进小小的石膏模子里。罗伯特的父亲带着一位朋友走上车道，正好看见儿子敲开一个模子，里面掉出来一枚铅铸的5分镍币。2个9岁的孩子从头到脚一身白灰，笑得像在过圣诞节。你们在铸硬币，我们在照你说的做。他们说我们在造钱啊。让人敬佩的是，穷爸爸把他们按到门前的台阶上坐好，温和地解释了什么叫造假币，然后告诉他们他为他们感到骄傲。只有放弃的人才算穷人。他说，大多数人只会空谈发财，只会做梦，你们真的动手做了。接着他给了那句改变一切的提醒，想学怎么变富，别问我，去找麦克的爸爸。麦克的父亲答应教他们，但有一个条件，10秒钟说完，要么接受，要么拉倒。你给我干活，我就教你；你不给我干活，我就不教，不许提问。罗伯特那天下午有垒球比赛，他还是答应了。报酬是1小时1毛钱，每个星期6干3个小时，在富爸爸的一家小超市里给罐头掸灰。活枯燥的让人发疯，而且1个星期接1个星期，富爸爸连面都不露。到第4个星期，罗伯特受够了，朋友们在打棒球，他干1个星期6，挣3毛钱。连穷爸爸都替他愤愤不平，去要求2毛51小时，他要是不给，就立刻辞职。于是星期6一早，罗伯特杀了过去，要讨个说法。富爸爸让他排队等着，排在仓库主管和几位餐厅经理的后面。在一个美好的夏威夷早晨，
整整等了1个小时。等他走进办公室，男孩已经快哭出来了。你是个骗子，你贪得无厌，你剥削工人，你什么都没有教过我。富爸爸往椅背上一靠，说：不错嘛，还不到1个月，你说话已经像我大多数员工了。因为这一切枯燥的活，不露面的老师，门外等着那1个小时，全都是课。学校靠讲课教你，富爸爸说，生活靠推搡教你。生活推你的时候，大多数人默默挨着，少数人火了就往回推，冲着老板，冲着工资，冲着这份工作。可几乎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这一下是想教会我什么？你要是认定问题在我，他对男孩说，你就得去改变我。你要是看明白问题出在你自己的反应上，你就能改变自己，学到东西，变得更聪明。然后他敲了敲男孩的脑袋，用这个。接着他把那1毛钱也拿走了。同样的活，同样的时间，1分钱不给。白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富爸爸买了2根冰棍，把2个男孩领到店对面的野餐桌旁，开始往回买他们。2毛51小时，罗伯特的心跳了一下。1块钱1小时，他的脑子在喊，快答应。2块钱1小时，在1956年，那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小孩。新自行车，新棒球手套，再也没有人叫他穷孩子。5块钱1小时，比周围大多数大人挣的都多。这个报价已经荒唐了。而就在这份荒唐里，2个男孩心里有什么东西安静了下来。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很好，富爸爸轻轻地说，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价钱。然后他解释了自己一直在做的事，也就是这本书最有名的一段。他说，我们的一生被2种情绪支配着，恐惧和欲望。对没钱的恐惧把你送去上班，然后工资一到手，欲望就接管了。钱能买的东西那么多，于是你把钱花掉，接下来你就需要下一份工资。起床，上班，付账，起床，上班，付账。就算给人们更多的钱，他们也逃不出这个圈，只会花得更多，圈收得更紧。他给这个圈起了个名字，老鼠赛跑。这就像驴子和胡萝卜，他告诉他们，主人把胡萝卜挂在车前，驴子拉呀拉，永远追不上，因为到了明天，眼前还是一根胡萝卜。陷阱不是工作本身，陷阱甚至不是钱，陷阱是让恐惧和欲望替你做思考。恐惧每天早上把你推出门，欲望每到发薪日替你花钱。有钱人也未必安全。他说，很多有钱人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只是数字更大。他们害怕失去钱的程度超过了当年害怕受穷。出口的起点简单的让人不好意思。对自己诚实，看清此刻替你思考的是哪一种感觉，看着那种感觉，而不是服从它。当恐惧说去找工作，再卖力一点，去要求加薪，先停一停，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漏看了什么？那么一个9岁的孩子白干着活，满脑子都是我是不是漏看了什么，会发生什么。他开始看见东西了。1个星期六，罗伯特注意到店长马丁太太在做一件他从没留意过的事，把卖剩的漫画书封面裁下来。封面的上半截退给送货员抵账，漫画本身扔进箱子，等着被丢掉。几百本漫画，免费，没人要，看不见，除非你是一个不再盯着工资，开始寻找机会的孩子。男孩们问送货员能不能把要扔的漫画留给他们，他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卖，所以他们没有卖，他们开了一家图书馆。麦克家地下室的一个空房间，几百本漫画，门票1毛钱，放学后2点半到4点半随便看，这太划算了。要知道在商店里1本漫画就要1毛钱。他们还雇了麦克爱读书的妹妹当馆长，1星期1块钱，平均算下来1个星期9块5，整整挣了3个月。而这才是富爸爸真正要教的东西。男孩们在不在场，钱都照样进来。他们在练棒球，图书馆在挣钱。他们睡着了，1毛1毛的硬币还在进账。2个曾经胆3小时罐头，只挣3毛钱的孩子，现在有钱在为他们工作了。这就是第一课，整本书都挂在这一句话上：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工作，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
两位爸爸，一个问题，现在你也看见了那个岔路口。一位父亲反复地说：好好学习，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要有好的福利。他是真心的，是出于爱，也是出于恐惧。另一位父亲用几枚1毛钱的硬币、一身白灰和2根冰棍，教2个9岁的孩子看住自己胸口里的恐惧和欲望，然后照样思考。在往后的40年里，清奇走的都是第二条路，而这本书卖的比史上任何一本个人理财书都多，讲的就是富爸爸在这条路上教给他的东西。好，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富人到底买了什么是别人不买的？富爸爸的答案从全书最挨骂的一句话开始，一句让会计师们生了几十年气的话：你这辈子买过的最大的东西，那个人都说是你最聪明投资的东西，可能正在悄悄让你变穷。你的房子不是资产。下一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富人买的究竟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中期，夏威夷第一集里的男孩已经16岁，跟着富爸爸学了整整7年。今晚在自己家的餐桌前，他要和亲生父亲爆发这一生最激烈的一次争论。开头和千家万户里的争论一模一样。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受过高等教育，在夏威夷教育界备受尊敬的穷爸爸，说出了几乎每个父母都说过的话。或许你也听自己的父母说过，这套房子是我们最重要的投资。儿子拿起铅笔画下一栋房子，然后开始添上箭头。先是每个月的房贷，然后是房产税，再加上维修费和保险费，每一支箭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往外。爸爸，他说这套房子不是资产。按清奇的说法，接下来吵得很难看。一个16岁的孩子竟然告诉一位博士，他这一生最大的一笔消费从一开始就贴错了标签。但关键在这里，他们2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对的。看完这一集，不用我告诉你是谁，你自己只画一条线就能做出判断。要弄清谁对谁错，先从清奇很爱讲的一个故事说起。1923年，世界上一些最有钱的人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店聚会，钢铁大亨、天然气巨头、证券交易所的掌门人，还有总统内阁的成员。25年后，按这个故事的说法，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破产而死，2个人进过监狱，还有2个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是世上最富的一群人，最后几乎没有谁守住财富。清奇想说的是，挣钱和守住钱是2种完全不同的本事。工作教你第一种，几乎没人教你第二种。重要的不是你挣了多少钱，而是你留下了多少钱。想把钱留下，要从一条规则开始。2个男孩长大一些后，富爸爸把他所谓一生只需要的一条规则交给了他们，不是股票秘诀，只有一句话：分清资产和负债，然后购买资产。2个男孩以为他在开玩笑，秘密就这么简单啊。富爸爸点点头，如果你想变富，这就是你必须知道的一切。因为他们还是孩子，他没有搬出字典，而是给了他们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定义：资产把钱放进你的口袋，负债把钱从你的口袋里拿走。这就是全部的判断标准。一套每个月给你租金的小房子是资产，一艘每个月都让你花钱的船是负债。关键不在它叫什么，而在钱往哪个方向流。清奇坦率地说，大多数会计师并不同意他的定义，但他不在乎。字典里的版本写给专业人士，他的版本说给9岁的孩子听，而他好用的原因恰恰就在这里。可如果规则真的这么简单，一个更难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不是人人都有钱？富爸爸的答案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购买把钱拿走的东西，却打心底里相信那些东西是资产。富爸爸喜欢用图来讲课，那我们也照他的方法来。3幅图，3种人生。第一幅，穷人，钱以工资的形式流进来，马上又流出去，房租、吃饭、车费、税款，从一个口袋进，从另一个口袋出，什么也留不下，因为根本没有东西能把钱留住，这叫生存。第二幅，中产阶级，更多的钱流进来，同样留不住，只是流出去的门变大了，房贷、车贷、
信用卡。中产家庭拥有的东西比穷人更多，但看看箭头，几乎每样东西都在每个月从他们口袋里拿钱。他们拥有的不是资产，而是一笔又一笔账单。第三幅，富人也许拿着同样的工资，甚至更少，但每个月在做别的事之前，他们先把一部分钱放进能带来回报的东西里。这些东西挣到了钱，又会买来更多能带来回报的东西。箭头形成一个循环，而循环和直线不同，它会自己长大。整整一张其实就是这三幅图。穷人为生存花钱，中产阶级购买自己以为是资产的负债，富人先买资产，再让资产去买其他东西。第一集里，陷阱属于一个9岁的孩子，恐惧逼你工作，欲望花掉工资。清奇说，成年人的陷阱只是房间更多。他把这个陷阱讲成一对随处可见的夫妻，名字一直在变，故事从来不变。一对年轻人结了婚，2份工资，一间小公寓，他们从没觉得自己这么有钱，于是他们去做那件最正常也最受鼓励的事，买下梦想中的房子。房子一来，还带来一群朋友，房产税，停在车道上的新车，填满房间的家具，还有一张信用卡，专门补上剩下的缺口。后来工资涨了，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再借一笔更大的贷款，因为现在终于负担得起了。收入越多，账单越多，每个月总是不够用，2个人也都已经拼尽全力。富爸爸会问，你到底在为谁努力？沿着1份工资看下去，第一块交给政府，他们连见都没见到，钱就已经被扣走。下一块交给银行，付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剩下了才拿来维持这个家。他们在为公司、政府和银行工作，最后活下来的那一点才属于自己。多挣一点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夫妻俩看不见的地方。给他们加薪，脑子里的模式只会更快地把钱花掉。清奇用一句话说完，钱只会让你脑子里的模式跑得更快。如果你已经挖了一个坑，那就别再往下挖。现在回到那张餐桌，因为这一次你已经看得懂那幅图，那套房子，那座人人祝贺他们买下的梦想之家，房贷往外，房产税往外，维修、保险、30年的利息全都往外。只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钱往哪个方向流，家庭住房就会落在图纸上拿走钱的那一边。按照富爸爸的规则，结论自己就写了出来，你的房子不是资产。他的父亲没有被说服，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人几乎都不会被说服。清奇说，整本书里没有哪个观点受到过这么多质疑，你在那个房间里也能听出原因。这场争论根本不只是在说箭头。穷爸爸把一生都献给了房子、家庭，还有一条安全而体面的道路。现在16岁的儿子拿着另一个人的铅笔，却说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贴错了标签。清奇说，强烈的情绪正是金钱难以思考的原因，再没有什么比家人头顶的那片屋檐更容易牵动感情，所以要仔细听清他的主张，听他真正说的是什么。他不是说不要买房，而是说别把房子叫成它不是的东西。家是生活的地方，也是一笔开支，通常还是你一生承担的最大开支。如果你把房子当做自己的财富，就会在箭头悄悄指错方向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很有钱。更深的代价，甚至不是那些流出去的钱。如果房子吞掉每一个闲钱，第3幅图里的循环就永远无法开始，因为每一块钱都忙着维持第2幅图。清奇想住更大房子的规则，正好把顺序倒了回来。先购买每个月给你钱的资产，再让这些收入去买房子。这就留下了那场争论真正想问的问题：如果工资不能让你富有，房子也不能，那什么可以？清奇最喜欢的衡量方法借自一位古怪的发明家巴克米斯特富勒。这个方法连孩子都听得懂。如果你今天停止工作，你还能生活多少天？不是问你的东西能卖多少钱，而是问资产挣来的钱能支撑你的生活多久。如果生活每月要花2000块，资产每月带来1000块，那么你的财富就是半个月。当资产收入完全覆盖生活的那一天，一件安静却巨大的事发生了，你自由了。你的生存不再依赖老板，此后每一天的工作
都是自己的选择。富人购买资产，穷人只有支出，中产阶级购买，他们以为是资产的负债。所以整场游戏现在都压在一个词上，资产。你必须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才算资产。清奇用一个场景来回答。1974年，麦当劳的创始人站在德克萨斯州的一间商学院教室里，问了一个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学生们笑了，答案当然是汉堡。可他告诉他们，答错了。下一集，他给出的答案和富爸爸教给夏威夷那2个男孩的一样，你的职业和你的事业到底有什么不同？1974年，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给德克萨斯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班上了一堂课。清奇讲这个故事时，保留了他听到他时的样子，因为他的朋友就在那个班里。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邀请克罗克去喝啤酒，他真的来了。等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酒，他问了全桌一个问题：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学生们都笑了，全世界都知道雷克罗克做什么。终于有人说出答案：汉堡。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克罗克回答。先生们，我做的不是汉堡生意，我做的是房地产。整张桌子安静下来，因为他是认真的。麦当劳出售特许经营权，但克罗克从一开始就明白，真正能长久保值的不是汉堡，而是餐厅脚下的那个街角。公司设法拥有每家门店下面的土地，最后握住了世界上几千个最好的十字路口。换句话说，汉堡只是让房地产自己付清成本的办法。直到今天，麦当劳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持有者之一。班上有一个学生再也没忘记这句话，他把故事讲给清奇，清奇同样再也没忘记，因为这是富爸爸从他小时候起就反复追问的那个问题，最锋利的一种说法。现在这一集也把问题交给你，你每天做的事是一回事，你正在建造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你真正的生意是什么？清奇喜欢问别人，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对方总会说出自己的工作，我是银行职员，他就追问，那家银行是你的吗？不是，我只是在那里上班。这就是混淆，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混淆里。你的职业是你为了挣钱而做的事，银行职员、厨师、护士、程序员，他替你支付账单，也值得你的尊重。但他不是你的事业，理由正是第2集已经讲过的那一条，职业带来收入，而你一停下来，收入也就停了。你的事业是那个不会随着你停下来的东西，你的事业就是你的资产栏。所以富爸爸的第3课可以归结成一句话：关注自己的事业。这句话比去创业吧更温和，也更实用。清奇直截了当地说，大多数新公司都会失败，经营公司也是一种艰苦的生活。他不会劝所有人都去过，他不是让你辞职，而是让你看清这些年你的努力一直在建设谁的事业，是雇主的，是政府的，是银行的，还是你自己的。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也分一点努力给自己，保留白天的工作，把它做好，再在旁边安安静静的购买那些会给你回报的东西。那么资产栏里到底能放什么？富爸爸的购物清单很短，没有一样神秘，一家不需要你亲自守着也能运转的小生意。因为如果每天都必须有你，那不是生意，只是一份由你拥有的工作。公司的股票、债券、能收租金的房地产，还有版税，也就是一件作品完成以后仍然不断寄来的钱。总之，任何能在你睡觉时把钱放进你口袋的东西。清奇还加了一条发自内心的规则，只买你真正喜爱的资产。他收集出租楼房，是因为他真的喜欢建筑，喜欢寻找、研究，也喜欢解决房子的问题。如果你不爱他，富爸爸说，你就不会好好照顾他。再看看另一张清单，那些看起来像资产，其实并不是的东西。新车开出车行的第1天，就会损失大约1/4的价值。清奇花$400买的高尔夫球杆，挥过一次以后，也许只值$150。家具、电子产品、手表，还有银行在贷款表格上客气地准你列为资产的那些东西。他用一个残酷却清楚的问题检验这一切：如果明天就必须卖掉，它到底能换回多少钱？你买来拥有的东西，不等于会付钱给你的东西。
他们只是留下来的开支。最后一个习惯让这堂课完整起来，1块钱一旦进入资产栏，就永远不再拿出来，因为他买下资产的那一刻，就不再只是1块钱，而是变成了你的员工。他一天工作24小时，从不请病假，甚至还能继续替你的孙辈工作。这就引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如果永远不能享受生活，养这些发光的小员工又有什么意义？当然可以享受，只是很多人弄反了顺序。富人并不讨厌奢侈品，他们只是换了一种购买顺序。清崎用妻子金的故事讲清了这件事。金想要一辆奔驰，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当天下午就办贷款把车开走，但他没有，而是等了4年。这4年里，他们投资的一栋公寓楼慢慢成长，直到每个月的租金足以独自负担那辆车，然后他买下了奔驰。更准确的说，是那栋楼买下了奔驰。此后1个月接1个月，他继续用主人睡觉时流进来的钱替他支付这辆车。穷人和中产阶级先买奢侈品，用贷款和自己的汗水装出富有，债务却在背后让他们越来越穷。富人先建资产，再让资产去买玩具，还是同一辆车，箭头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清崎说，等待也改变了这辆车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一笔消费，而是证明他已经会建造一个能够付钱给自己的东西。关注自己的事业，还有最后一部分，也是富爸爸最尖锐的一个看法。他讨厌罗宾汉的故事。劫富济贫听起来当然美好，但富爸爸会说，现实后来是这样发展的。所得税刚出现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1913年的美国，都把它宣传成只向富人征收的税。这是清崎讲述这段历史的方式。他的结论是，富人开始学习规则，雇佣最聪明的会计师和律师，再利用公司与法律保护自己建起来的财富。与此同时，成本却慢慢滑向中产阶级，也就是这套想法原本要帮助的人。富爸爸告诉2个男孩，财务生活里最大的恶霸不是老板，而是税务机关。最不懂游戏规则的人往往被拿走的最多，具体机制不用记，他们已经过时，也会因国家而不同。这本书本来就不是税务手册，真正要记住的是下面这一层。金钱的规则可以学会，富人只是那些愿意去学的人，不是更聪明，也不是更高贵，只是听得懂一门没人教过的语言。富爸爸还会补上一句，当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没那么容易被人推来推去。他对这件事的全部哲学都藏在一段对话里。穷爸爸劝罗伯特沿着公司的梯子往上爬，富爸爸笑着反问，为什么不把梯子买下来？现在看着整集内容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因为那个挣1小时1毛钱的男孩已经长大，学徒期终于开始带来回报。20多岁的罗伯特清崎离开海军陆战队，进入施乐公司销售复印机。这是一份好工作，正是穷爸爸希望他拥有的那一种。每次发薪，他盯个支票，看见还没摸到手就被扣掉的税，耳边就会响起富爸爸的问题，你在为谁工作？你正在让谁变富？于是也在1974年，雷克罗克在德克萨斯提出那个问题的同一年，罗伯特开始关注自己的事业。他没有辞职，恰恰相反，他成了公司最优秀的销售员之一。因为现在这份工作有了目的，每一笔佣金还没到账，就已经分配好任务，购买资产。先是夏威夷那些不起眼的小房产，一笔交易接着一笔交易，一个1块钱的员工接着另一个员工。3年后，他的小公司挣得比施乐的工资还多，然后那辆保时捷出现了。同事们以为他把佣金挥霍在跑车上，走的还是那条先买奢侈品的老路。清崎没有解释，任由他们这么想。真相恰好相反，用金买了资产，资产再买下保时捷。和金的奔驰是同一套规则，停车场里的车不是消费，而是证明那个循环已经闭合。你的职业为事业提供资金，事业为你买来自由，自由最后才买下玩具。但注意，这一集跳过了人人都会问的那一步。我们说一笔交易接着一笔交易，可这些交易从哪里来？一个拿销售工资的人怎样找到别人从旁边走过却完全看不见的挣钱机会？富爸爸也有一个答案，而且是整本书最大胆的主张。富人不是找到钱，而是创造钱。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一位年轻的报社记者正在采访已经成为畅销书作家的罗伯特·清崎。采访中，他说出了一个心愿：有一天，我也想像你一样，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是认真的。清崎读过他的文章，也告诉他写的确实很好。他有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也有才华，只是不知为什么，始终差了点什么。于是清崎给出坦率的建议：新加坡有一所学校专门训练人怎样销售，去上那门课吧。他愣住了：你是说我应该回学校学习怎么当一个推销员？他是专业人士，是受过训练的作家。销售。他开始收拾公文包。清崎拿起他的记事本，指着最上面那一行字：罗伯特·清崎，畅销书作家。是畅销。他轻声说：不是畅写，我的文笔很差，你的文笔很好，我上过销售学校，把这两样放在一起，你想要的就都有了。他怒气冲冲地走进潮湿的清晨，而他的愤怒就是这一集的主题。世上有太多聪明、有才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一直没有钱。清崎的解释只有一行：走在前面的往往不是聪明人，而是大胆的人。不是聪明人，是大胆的人。还记得那些千叶币吗？2个9岁的孩子在车道上融化牙膏皮，亲生父亲坐下来向他们解释什么叫造假币。富爸爸从没忘记这件事。几年后，他告诉2个男孩，那一天你们比大多数成年人都更接近金钱的秘密。方法错了，直觉却是对的。因为富爸爸最奇怪的一课，也就是第5课，是这样说的：富人不是在地上找到钱，也不是靠1小时接1小时挣来大部分财富，富人创造钱。他会说，钱根本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任何人只要训练市场最强大的资产，也就是2只耳朵中间的那个东西，就能创造新的约定。这种训练在现实里是什么样？清崎用的词是选择。交易失败，资金不够，银行拒绝时，普通人只知道一条路：更努力工作，继续存钱，然后等待。受过训练的大脑会改问另一个问题：我能想出多少条路穿过眼前这个麻烦？如果一定要等条件完美才肯行动，就像一个司机非要等前方5英里的红绿灯全都变绿才肯开车。富爸爸坚持认为机会并不稀少，只是看不见，因为真正的好机会不是用眼睛看见的，而是用头脑看见的。下面用真实数字看看创造钱到底是什么样。这是清崎自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凤凰城的经济跌到谷底，其他人都躲了起来。原本价值75000美元的房子摆在那里都没人要。到了法院拍卖只赎房屋的台阶上，同一栋房子有时只要2万美元。清崎向朋友借了2000美元作为定金，然后他登了一则简单的广告：价值75000美元的房子，现在6万归你，不用首付。电话立刻响个不停，房子几分钟就卖掉了，买方的贷款由清崎自己提供。按他的讲法，每个人都很满意，朋友收回借款，还多拿一笔奖金，买家买到便宜房子，清崎则拿到一张借据。此后30年，这张借据会1个月接1个月向他支付利息。总共花掉的工作时间大约5个小时，没有建造任何东西，也没有生产任何东西。他只是看见2个价格之间的空隙，而其他人害怕的连看都不敢看。靠一份约定，一点胆量，还有借来的2000美元，他在自己的资产栏里画出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新资产。这就是标题所说的大胆。但这里必须坦白一句，因为书里这个角落最容易让人受伤。站远一点看，大胆和鲁莽完全一样。模仿者总会漏掉清崎自己的规则，从小处开始，把数字弄得一清二楚，永远不要把自己理解的交易和只能祈祷的赌博混为一谈。他写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不是赌博，把钱扔进交易只会在旁边祈祷，那才是赌博。他那个买下鬼屋的朋友就明白这一点。朋友买下全街最丑最吓人的房子时，所有人都在笑。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买的根本不只是一栋房子。他查过产权记录，房子还带着4块没人注意到的建筑用地。他拆掉旧屋，再用3倍价格
把土地卖给建筑商，用头脑看，而不是只用眼睛。大胆可以创造钱，但大胆建立在什么上？这就是第6课，也能解释清奇那份全书最奇怪的履历。1969年毕业后，他得到一份让穷爸爸很骄傲的工作，为标准石油公司驾驶油轮，工资不错，每年还有5个月假期，升职的梯子也已经摆好。不到1年，他就辞职加入海军陆战队，去学习驾驶直升机。穷爸爸失望透顶，富爸爸却向他道贺。从越南回来以后，他又辞了职，进入施乐公司销售复印机，不是为了工资，也不是因为舒服，而是因为他非常害羞，害怕被拒绝。而施乐恰好有全美国最好的销售训练之一，他一次又一次敲开陌生人的门，直到恐惧被磨光，然后才继续往前走。看见规律了吗？每一份工作选择的都是技能，而不是工资。轮船教他国际贸易，海军陆战队教他领导别人，施乐教他销售。穷爸爸相信学校教的那条路，选一个专业，钻得很深，再沿着一架梯子向上爬。富爸爸的建议正好相反，很多事都懂一点，选择下一份工作时，看他能教你什么，而不是付你多少。清奇说，有一句话能解释你认识的一半有才华，却一直挣扎的人。这句话来自他的一位顾问朋友，他们离巨大的财富往往只差一种技能，会写作却不会销售的天才作家。清奇还认识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他把35000美元遗产全花在一本杂志的彩色广告上，因为他精通艺术，却从没学过做生意。清奇常拿麦当劳来说明这一点。他做的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几乎任何人都能做出更好的。麦当劳真正做到世界第一的，是销售和交付一个普通汉堡。世界为整套系统付钱，而不是只为最好的那一块原料付钱。才华只是原料，真正缺少的几乎从来不是才华。这就把我们带回新加坡，带回那个仍然怒气冲冲走在潮湿清晨里的记者。仔细想想，清奇真正要求他做什么？不是放弃小说，也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只是上一门课，把一种技能接在10年的才华后面。按照清奇的算式，优秀作家加上懂得销售，就等于他最想成为的那个人。代价不是钱，而是他的骄傲。一个文学硕士要坐进一间他看不起的教室，他不肯付这个代价，大多数人也不会。这才是整本书真正留下的悬念。到现在，方法已经明明白白摆在眼前：购买资产，关注自己的事业，训练头脑，学习销售，从小处开始，保持大胆。这些事没有一样需要天才，清奇也坚持认为没有一样复杂。于是最后的问题，正是整个系列一直围着转的那个：既然这么容易学会，为什么不是人人都有钱？富爸爸有一个答案：每个人和他想要的生活之间都站着5样东西，没有一样藏在银行账户里，他们全都藏在你心里。第一个，你已经见过了。第1集里，他就坐在夏威夷的一张野餐桌旁，看着2根冰淇淋一点点融化。下一集，5大障碍。4集过后，你已经知道整套方法：购买资产，不买负债，关注自己的事业，先致富自己，学会销售，从小处开始，保持大胆。清奇坚持说，做这些事不需要天才，小学5年级的数学已经够用。他说这句话时也是认真的。这就留下了整本书一直走向的那个问题：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人人都有钱？富爸爸的答案是：知道道路不等于真的走上去。每个人和他嘴里想要的财富之间都站着5大障碍，没有一个在银行账户里，他们全都在你心里，而第一个你已经见过了。第1集里，他就坐在夏威夷的一张野餐桌旁，看着2根冰淇淋融化。富爸爸把工资越开越高，却让2个男孩只观察自己胸口的感觉。恐惧，这是整个系列里年纪最大的角色。富爸爸明白一件关于亏钱恐惧的事，每个人都有，富人也不例外。清奇写道，这么多年来，他从没见过一个从未亏过钱的富人，可他见过不少穷人，1分钱都没亏过，因为他们从来不肯冒险。区别从来不在恐惧，而在于你准许恐惧替你做出什么决定。害怕金钱也没什么丢脸的，
清奇谈这件事时甚至很轻松。每个人都在某些地方勇敢，也在另一些地方胆小。他讲过一位朋友的妻子，她是急诊室护士，看见鲜血，他马上冲上去救人。一提投资，他却立刻逃出房间。给清奇看一笔投资，他很平静；给他看见鲜血，他会晕倒。没有人处处勇敢。对那些害怕金钱的人，富爸爸不讲大道理，只送一句温和的押韵话：如果你害怕风险和忧虑，那就早点开始。时间几乎能原谅一切。但清奇说，大多数人之所以输，恰恰是因为太怕输。他们一辈子都在求稳，大房子、大汽车、很小的投资，只想着不要输，从来不敢想着怎样赢。富爸爸最喜欢的药方是一个故事，他喜欢德克萨斯人。德克萨斯人赢的时候赢得很大，他会说，输的时候也输得惊天动地。他让2个男孩去圣安东尼奥看看阿拉莫，那是一场输得彻底却输得勇敢的战役。德克萨斯却把它变成战斗口号，也变成一座纪念碑。记住阿拉莫。德克萨斯人不会埋葬失败，富爸爸说，他们从失败里得到力量。每次大交易之前感到紧张，他都会把这个故事讲给男孩们听，不是因为他想输，而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一旦失败，他会拿失败做什么。整堂课可以压进一句话：失败激励赢家，失败击垮输家。跌倒是学会骑车的一部分，亏损也是学会获胜的一部分。富人只是向前摔。第2个障碍总是在说话。富爸爸把它叫做每个人心里的那只胆小鸡。每当你要行动，他就用自己的声音，或者某个热心邻居的声音，大喊天要塌了。清奇讲过朋友理查德的故事。理查德从波士顿来做客，看见罗伯特和金在凤凰城的生活，非常兴奋。他能花2天找到一个便宜机会，一套2居室联排住宅只卖4万2，同类房子却要6万5。他当天下午就买下，兴高采烈地飞回家。2个星期以后，他退出了。邻居告诉他，那是一笔糟糕的交易。说这话的邻居，一辈子从没买过投资房产。门廊上发生的事有一个名字：买家反悔心理。清奇说，每个人都会遇上他，而他每次都派出同一种信使，一个毫无经验却信心十足的人。几年以后，按清奇的讲法，那套房子价值9万5，旺季每月租金1000。理查德用5000美元通往自由的起点，最后落到另一个没有听邻居话的人手里。愤世嫉俗的人只会批评。富爸爸说，赢家会分析。还要注意，愤世嫉俗最喜欢披上的伪装，因为他不一定听起来害怕，有时反而很实际。我可不想修厕所。人们这样对清奇说，用一句关于水管的话就否定30年的租金收入。他的回答是，我也不想，所以我会雇一个物业经理。富爸爸说，我不想这3个字握着成功的钥匙。你反对的那个地方往往正等着一个可以购买、雇用或学会的答案。说我不想，门就关上。改问呢谁来做，门就打开。富爸爸给那只胆小鸡开的药，痛快的近乎残忍，照桑德斯上校那样做。这个人66岁时几乎一无所有，又听了1000多次拒绝，才终于有人买下他的炸鸡配方，把你心里的胆小鸡也炸了。第3个障碍，披着一层绝妙的伪装，好到拥有它的人，往往还为自己骄傲。清奇说，最懒的人其实是最忙的人，忙得没空照顾金钱，忙得没空照顾健康，有时连婚姻也顾不上。让自己一直忙是人类发明过最体面的逃避方法。清奇说，忙碌的人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在逃避什么，所以你一旦提起，他才会冲你发火。他认识一个身无分文的邻居，车库里却塞满给孩子买的玩具，汽车都停不进去。大学学费1分没存，退休金1分没有，却刚拿到新的信用卡，马上又要去拉斯维加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他很忙，很慷慨，也筋疲力尽，可他仍然是在逃避。解决办法听起来有点不像话，允许自己有一点贪心。清奇说，大多数人从小就被教导为想要东西而感到内疚，我们付不起，别只想着自己。可夫爸爸禁止我可付不起这句话，正因为懒惰的大脑会用它放过自己。治好懒惰的问题，
就是第一集里的那一句：我怎样才能付得起？问的时候还要敢于承认自己想要什么。如果再也不用工作，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富爸爸会说，没有一点坦诚的欲望，引擎就不会启动。进步来自欲望，内疚只会和那些玩具一起坐在车库里。第4个障碍一点也不戏剧化，它只是一个先后顺序。富爸爸问小时候的罗伯特：你父亲付账时先付给谁？所有其他人。罗伯特回答：那如果还有剩下的钱，最后付给谁？付给他自己。这就是他一直挣扎的原因。富爸爸说：先付所有人，最后才付自己。听起来很负责任，几乎每个体面勤奋的人都有这个习惯，他却能悄悄保证你的资产栏永远挨饿。富爸爸先支付自己，在其他手伸进钱包以前，先喂饱资产栏，然后他让剩余账单的压力逼自己思考、奔走、创造办法。他不是叫人欠账不还，每个月他都准时付清所有账单，只是不肯让自己永远排在自己金钱的最后一位。还记得老漫画广告里那个被人往脸上踢沙子的瘦弱家伙吗？富爸爸说，如果你放任收账人和税务机关，他们就会永远这样对待你。他反过来利用这些恶霸，让压力变成自己的健身房。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压力让他的财务肌肉更强，就像重量让身体更强。清奇从一本更早的经典《巴比伦最富有的人》里借来先支付自己这句话，并把它叫做富人与其他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收入，而是顺序。最后一个障碍代价最高，而且专门抓住那些已经顺利越过前4关的人。富爸爸说，我知道的东西替我挣钱，我不知道的东西让我亏钱，每一次自以为是，我都会亏钱。在他的定义里，傲慢就是穿上自信外衣的无知。你相信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根本不重要。清奇说，金钱世界里处处都是这种人，他们在谈话里虚张声势，不完全算撒谎，却也没有说实话，因为真正的实话是我不知道，而他们说不出口。市场会直接给傲慢开账单，而解药几乎不要钱。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时，也别忘了你永远都会有不知道的事，至少先对自己承认，再去找专家或者找一本书。而你现在做的恰好就是这件事。清奇判断一个人傲慢的方法是，他们从不阅读，也从不倾听，毕竟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5匹挡在你和黄金之间的狼，终于全都站在这里：恐惧、愤世嫉俗、懒惰、坏习惯，还有傲慢。看看他们共同的地方，没有一个真正关于钱，每一个都关于你。这是全书最坏的消息，也是最好的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整场战斗都发生在你能控制的地方。可叫出5匹狼的名字，不等于真的从他们身边走过。富爸爸没有只留给男孩们一份诊断，而是留下一套训练，一组每天都能练习的方法。这套训练会把一个知道方法的人变成真的去做的人。他从秘鲁的群山开始，从一位老矿工开始，也从全书最好的那一句答案开始。下一集大结局，训练，还有黄金在哪里？在秘鲁，清奇曾问过一位淘金45年的老矿工，他为什么能这么肯定自己一定找得到金矿？老人的回答成了全书最好的一句话：遍地都是黄金，只是大多数人没受过训练，看不见而已。清奇说，他在房地产里也遇到同一件事。他可以走过一个街区，一天发现4、5笔有希望的交易，普通人走过同样的街道，却什么也看不见。同一条街，同样的黄金，不同的训练。上一集说出了5匹狼的名字，他们挡在人们和自己想要的生活之间。这一集也是最后一集，要讲的是训练。富爸爸真正留给2个男孩的是一些每天都能练习的方法，他们会把知道方法的人变成真的去做的人。第一项练习却和钱一点关系也没有。清奇曾问一位争取进入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年轻游泳运动员，是什么支撑着他？凌晨4点起床训练，错过所有聚会，1年接着1年。他回答，我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爱的人，是爱让我跨过那些障碍。这就是第一项练习，在钱之前先有一个理由。清奇直白地说，
没有理由，道路就会显得太长，每一步也会显得太陡。任何公式遇到一个疲惫的星期二，都会失效。一个真实的理由，要从两个方向一起建起来。一边是你不想要的事，清奇自己的清单里有一个工作一辈子，错过孩子足球赛，也没能把所得留给下一代的父亲。另一边是你想要的事，获得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让钱为自己工作。这个理由必须深刻有感情，属于你自己。说出口时甚至有一点难为情。正因为如此，你才知道它是真的。清奇想在40岁获得自由，最后到47岁才做到，中间也经历过损失。那个理由让他每次都重新站起来。第二项练习，每一块钱，每一个小时，你都在选择先投资什么。富爸爸的顺序从不改变，先投资头脑，再投资金钱。清奇讲过一个朋友家里遭窃的故事，小偷搬走所有电子产品，却把书一本不动地留在原处。他把这当作笑话，也当作诊断。大多数人的消费品味和小偷差不多，所以要有意识地把东西放进自己的头脑。先学会一种挣钱方法。清奇最早学的是购买纸熟房屋，他用一个周末上课学会，再用许多年不断练习，掌握以后再去学另一种。他说，在变化很快的世界里，给你报酬的已经不是你知道什么，因为知识会变旧，真正值钱的是你学习的有多快。还要守好门口，选择真正做成过那件事的人来当你的老师，也要小心自己放进来的警告。清奇说，要向所有人学习。他有发誓安贫的朋友，也有身家100万的朋友，两边都教会他东西，但不要让害怕的人给你指路，无论你多么爱他们。上一集里，理查德的邻居永远站在某道篱笆后面。训练的一部分就是知道哪些声音有资格投票。下面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人真的接受训练时会发生什么。它是清奇最喜欢的那一类故事，也是这个系列最后一个寓言。他的一位朋友有个16岁的儿子想买车，最简单的做法就在眼前，直接替孩子买车，或者让他花光自己的存款。父亲两样都没做，他给了儿子3000美元，但附带一个条件，这笔钱不能直接买车，你要在股票市场里把3000变成6000，挣来的6000归你买车，原来的3000则要放回大学基金。男孩一开始运气不错，几天后却几乎输光，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产生了兴趣。父亲给他的每一本书他都读了，还自己去图书馆找更多。他开始像别的孩子读体育版那样认真读财经版。亏掉2000美元以后，他已经不太在意那辆车，因为他找到一场比奖品更有意思的游戏。这是我花在他教育上最值得的3000美元。父亲对清奇说，我宁愿他16岁时输掉，也不愿他什么都没学会，到了45岁才把一切拿去冒险。这一集里的每一项练习都藏在这个故事里。先有理由，先学习再挣钱，把损失当学费，不当悲剧。那是阿拉莫的一课，传给了下一代。原来真正的黄金不是那6000美元，而是坐在图书馆里的男孩。最后几项练习最小，而且都在说同一个字，去。从小处开始，清奇把它叫做在资产栏里播种。有些种子会长大，有些不会。最早的那些种子交给你的通常比他们挣来的更多。大胆报价，没有人回答可以或不可以以前，你根本不知道任何东西真正的价格。大多数人永远弄不清，因为他们从来不开口。每个月花10分钟走过同一个街区，观察变化，因为便宜加上变化就等于机会。清奇一些最好的交易就是跑步时发现的。去人群不去的地方购物，超市打折时人们冲进去，市场打折时人们却逃出去。清奇说，利润在买入时产生，而不是在卖出时产生。所有练习上面还有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则，行动永远胜过不行动。黄金不会自己走向受过训练的眼睛，它只会被那双愿意出发的眼睛找到。书里还有最后一课，清奇说，如果他只能留下一种想法，就会选择这一条。他来自富爸爸，而富爸爸即使手头拮据，也会把钱送出去。当你觉得自己缺少什么，无论是钱、微笑、帮助还是爱，先给出去一点，
把你会的东西教给别人，你自己也会理解得更深。富爸爸没有把这说成神秘力量，只说这是50年里反复出现的结果。你先推动的潮水，往往会流回来。仔细想想，一本书正是这样的东西。一个人有2位父亲，用40年记下笔记，然后把这些笔记送了出去。而这个系列也要在这里结束，回到它开始的地方，回到2个声音。因为现在你的脑子里也住着2位爸爸，其实他们一直都在那里，这本书只是正式替你介绍。一个声音说，稳妥一点，我可扶不起，别太显眼，要是输了怎么办？他爱你，也在替你害怕。另一个声音会问，我怎样才能付得起？这里有什么课？资产在哪里？谁能教我？每一天，在餐桌旁，在邮箱前，在商店里，其中一个声音总会先开口，选择听谁就是整本书。而这个选择，谁也不能替你做。所以，先给自己一个这星期就能做到的小步骤，先支付自己，哪怕金额小的几乎看不见，然后有意识的把一样东西放进头脑。它甚至可以就是这本书，篇幅不长，1个周末就能读完，也确实在这个频道的书架上挣到了自己的位置。不管关于作者和细节的争论有多少，而争论确实存在，书中心的那个视角转换已经改变4000万人看待自家大门的方式。遍地都是黄金，现在你已经受过训练，能看见了。